站好。哎呀，燕先生，你不是武先生吗？怎么只教我们扎马步？是啊。那你想学什么呀？飞檐走壁、劈山碎石，我还想去飞剑呀！我也想飞剑。可以，好了，可以学飞剑了。但也得先扎马步。哦，还要扎马步？无论想学什么，都得先把步子给扎稳。怎么有空过来？那再忙也不能冷落燕先生，万一你心生幽怨，一走了之了怎么办？那就要看东家对我怎么样了。就一个橘子啊！多谢东家，教你用书剑。问老夫人安，我带念秋丫头过来给您过过目。快起来吧，有话站着说，以后啊都少跪。老祖宗叫你起来呢。看上去是个俊俏的姑娘啊，你们都在芷姑娘身边，她平日里大事清楚，小事糊涂，衣食寒冷都不挂在心上，那心思啊都拧成一死疙瘩了。你们多帮衬她，照顾她，啊。是，老夫人。去吧，快走吧。听说那天救这姑娘的是你家兄长，如今还在府上做武先生。嗯，是我哥哥，我哥哥可喜欢花姐姐。手得放平，往这摆，手掌得往上，不然扎手上。往上一点，放松。对，往上。这样吗？嗯。发射。不错，继续。没事，继续。歇一会儿，吃点东西。吃吧。特意挑了个最大的给你，你自己怎么不吃啊？梨可不能分着吃。今天练得不错，但以后也要每日勤加练习。那个大家伙的脾气可真好。被他踢断腿的人，没有10个也有8个，也就看你顺眼。燕先生可真是会变着花样拍东家的马屁啊！那是啊，要是冷落了东家，我饭碗不就没了？要不你教我骑马吧？怎么突然想学这个？当初祖父他们出城的时候，倘若我会骑马，就能早些见到他们，多说上几句话。而且我也迟早要去北地的嘛，我还想去很多更远的地方。如果我会骑马，我一个人哪儿都能去。当初让祖父教我，可他是个书生，也只会坐车坐轿。别拉这儿，要拉住缰绳。不行啊，我一拉住他就摇头晃脑的，我会掉下去的。不会掉的。这坐在马上的是我，掉下去也不是你啊。行，即便你掉下去，我也能接住你。嗯。哎，
没骗你吧？燕西，玉，你吹口哨干嘛？我学你了，你学的不像，马刀听糊涂了。那你也没有教我。下次教你。怎么样，还敢骑吗？这骑马的感觉，就好像在驾驭海浪。现在不怕摔了？怕摔也要学。那要不要再骑2圈？好啊。这儿。玉，祖母，哥哥，祖母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就是那位武先生吧？他就是我哥哥。我让叶先生教我骑马，没有想到我一坐上去，马就跑起来了。这马烈得很，除了我之外，不服任何人管束。你今天是不是还没有跟护院们训话？哦，芷姑娘不说我倒忘了，老夫人，失陪了。且慢，转一圈我瞧瞧。去吧。告辞。我跟你一起去，哥哥。哥哥，我刚刚看你跟花姐姐骑马好厉害，以后带我一起骑呗，你教教我。哥哥，你慢点。祖母，都怪我。都怪你什么？是匹好马。祖母，这燕先生的马脾气不好，你离远一些。不用那么紧张，你呀就是绷得太紧了，像根弓弦子似的，硬邦邦的。那马一动，你不就摇摇晃晃了？先松下来。你看给咱们后厨送货的那驼马了吗？它身上那个带子是软的，挂在马身上就是稳稳当当的。如果是个硬邦邦的硬棍子，那马一动，它不就掉地下了吗？要学御马呀，先记住一条，手里的缰绳，无论如何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扔掉它，不能扔掉把握方向的决心。无论是御马、御人还是御事儿，都要学会顺势而行，求得一个张弛有度。这马的力量大，你的力量小，要学会借力借势，才能4两拨千斤。祖母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你只当我是深宅大院里什么事儿都不会做的老妇人是吗？我又不是生来就这么老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偏爱骑烈马喝烈酒，
全皇城的少年郎都追不上我。是匹好马。我年少的时候，侯府的大门可关不住我。我娘一个不留神，我就骑着我那桃花葱到郊外打猎去。那踏雪生汗珠，鞍蹄卷旋毛，真是一匹漂亮的好马。哎，那回我那桃花葱被大风迷了眼，误打误撞就跑到一个破屋边上。我也进那破屋去避风了。你怕什么？我又不吃了你。那后来呢？那人是谁？成了你祖父。给你的这是什么？暖手桶啊，你快试试，是用野兔子皮做的，可暖和了。是前些天我亲自打来的野兔子，亲手缝制的。你怎么能杀生呢？你不要算了，我送别人了。别，多谢姑娘。不用谢。谁能想到，我就陪上了一辈子。我还以为是祖父中举之后才与祖母有了婚约。那都没意思，绑下赘婿的事儿，我不屑做。我的父亲是侯爵，母亲是郡主，我喜欢上一个穷小子，结果在屋里闹得翻天覆地。但很快，你祖父就考上了状元，彻底没话说了。那要是没有中榜呢？祖母还看得上祖父吗？没考上也没什么呀，我都想过，大不了我就跟他私奔，天大地大，还能饿死我们俩不成？我看上他的也不是什么才学、功名，是人品和气质。都不是。我是看着他，我那天进那破屋子里啊，哎呦，有长得这么俊俏的小郎君，我的心就。祖母心在那儿，你就是在这儿跳的，砰砰砰的跳。后来我跟你祖父一路走来，他的官越做越大，子女们也都长大成人了，我就从侯府的小女儿，变成了花家的老夫人。整日里我要严肃，要公正，还要不苟言笑，也不能出去打猎饮酒，不能玩。那以后我陪祖母喝酒。不喝了，小少爷说了不能喝。孩子，别听那些闲人的胡言乱语，看什么家世门第、前程功名，那是寻郎君吗？那是做买卖。要是有一天有一个人让你的心也在这儿砰砰的跳，记住了啊，那就是他。就是他。你喜欢那武先生吗？祖母，我没想过这些。
你是个聪明孩子，问问自己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。我每一次遇见他，我心里都很高兴。他来见芍药，我就总想同他说话。有些话我也只想同他讲，我也不为了问什么，就是想说给他听。那这就对了。我觉得我心里是喜欢他的，但我现在是花家的当家人，百废待兴，我不能向他许诺什么。这你就想错了。记住了，无论为了多少人，无论是多大的事儿，莫要负了青春。倘若有一日你心里有了答案，无论是谁，只管来告诉祖母，我要亲手为你置办嫁妆，要高高兴兴、风风光光的送你出嫁。芷儿明白了。刚才我已经相看过了，是个高挑俊朗的小郎君，只是比你祖父略差了那么一点点。那是啊，对了，小少爷跟我说，那穆先生讲课晦涩难懂。我知道，我已经在抓紧时间找些年轻的先生了，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。好，那你就去忙吧，我再坐会儿。走了。嘿，嘿，慢点，小心的骑呀！玉，我自己可以。你头回骑这么久，我怕你腰疼，腿也麻。你以前学骑马也是这样吗？那时太小了，记不清了。你从小便学骑马？嗯。你是想问，皇都中能供孩童骑马的人家非富即贵？如果真是这样的出身，为何会去参军？又为何会去你家当武先生？对不住啊。你都没问出口，抱歉做什么？况且认识这么久了，你也从没探问过我什么。其实从见你第一面我就好奇，只是觉得问起来太冒昧，要是现在问，又怕你会多想。对我这么客气，看来你我之间还是生疏了。不是，我是觉得要是有朝一日你想同我说，你自己会告诉我的。我年幼丧母，父亲再娶，从小被我伯父一手教养大。是他教我骑马，教我读书。后来我去参军，也是为了报他的恩情。其实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希望有朝一日，我可以原原本本都讲给你听。但现在我们就这样，骑骑马，吹吹风，好吗？好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早点回去吧。恐怕等我说了，我们就再也不会这样相处了。哎呦，燕先生回来了。燕先生，嗯，那个芷哥呢？老张放心，
我先送他去了铺子里，晚些时候他会回来。那有劳燕先生了。您瞧芷哥这一天的，哎呀，全是他的劳累呀。老张之前一直跟着花工吗？啊，没错。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花工身边，这一晃啊，一辈子了。我听说本朝文士出门在外，身边常有书童捧诗笔墨。能与您一同随行花宫的人，想必关系也是极为亲密的。没有，自来就是我一个人儿。如此说来，老张辛苦了。没事儿。钟叔啊，哎，芷哥。你不必忙活这些叶子他们会扫掉的。啊，没事儿，我活动活动身体。哎，芷哥，那燕先生是什么来历？他是我一个朋友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昨天呢，他跟我这儿打听老太爷的事儿来着。芷哥，这人心隔肚皮。不能不防啊！哎，你放心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有数。哦，那行，那可能我多心了。那芷哥，你忙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哎，今天的课啊，就由这位小郑先生来讲。往后呢，凡是逢单的日子，都由他来替我。给大家讲开蒙课。是。小郑先生好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仙人呢，这回放心了。刚才忘了说，开蒙课上不许嬉笑闲话。不许乱摸乱动，不许分心跑神。这堂课我们来讲千字文。天地玄黄，天地玄黄；宇宙洪荒，宇宙洪荒。你看我，你看我这个厉害吧？不许说话！今日放课前，我想同你们介绍一下我自己。你是郑先生，我们都认识。在来花家之前，我不是郑先生。我生于荒僻之地，家中一贫如洗。4岁那年，我父亲因无钱疾病而死，母亲改嫁另投他乡，从此我便居住在姑母家。姑母无钱供我读书。村中有无识字之人，我只好赤脚走上100里路，到一位先生家中，跪在门外求他借书抄读。后来，我成了他最喜欢的学生。再后来，终于能去应考了。过了周试，我一路为人抄书写信换钱，靠着2只脚走到了这皇都。或许，周试就是我的终点了。当我头一次看见这学堂的时候，晚上我就做了个梦，梦到我还是你们这般年纪，坐在这学堂里有纸有笔，我想什么时候学都可以。我太高兴了，就相信了。在我做先生之后，常有你们家人来看我，送这送那，忧心忡忡，请我从严教导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们还年少，抱负光阴。
你说奇不奇怪？这前几日我悄悄地去学堂看了一眼，这几个皮猴子啊，竟然昂首挺胸地跟着先生们念呢。你说，莫非这郑先生会下咒？看来我该多给郑先生赠些束修了。对对对，由他和穆先生教着，何愁孩子们不上进呢？昨日啊，李哥回来同我说，今日放课要来铺子里帮忙，着实吓了我一跳。这要换成往日，早就问我要几个小钱儿，上街上疯跑去了。大哥带你们吃点心。哎，吃点进去。怎么了？我请客，随便拿。这个挺不错的啊，超级粗的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花玻璃，哎，对，就是花玻璃。花玻璃嘛，花玻璃，你俩在这卖东西啊？对呀。卖东西怎么了？我们没偷没抢。哎，你俩快过来，我要买东西。这个多少钱？你要买什么？你去一边去，没你的事儿。我让他俩给我弄。一边去。喊什么呢？都回家去，仔细我去找你们的爹娘。快回去！谢谢，走。去吧。柏林，你也说我们不偷不抢，你为何羞愧？我没羞愧，我不比他们差什么。那为何要躲起来？好了，难得今日放课一日，你们两个也别在这杵着了，跟娘回家吧。我们先回去了，回去吧。回去想吃什么好吃的，娘让他们做。哎，来了，哎，走。小黄狼！哟，花街的小醉人，你不卖货了？怎么被我们学堂逐出去，就只能在大街上乱跑？你们让开，少看不起人。我们如今有师有传，有地方读书。我们先生比你们私塾里的好多了。说得对，我们走，别理他们。走。哎，别笑掉大牙了！你家是开铺子卖吃食的，一个铜板从人家嘴里扣钱，你姐姐都成黄玻璃的馅饼了。你说家小货郎，不许再唱了！不许再唱！那怎么办？卖人也不一行。狐狸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夫人，我今早刚到布庄，就见夏明在门口，我就把他带过来了，一点也没有惊动到其他人。大小姐，许久未见了。我且问你，除了布庄的事，让你额外兼顾2本账，你做得来吗？如今布庄那边运银多少，我这边照样开给你。做得来，全听大小姐的吩咐。行，我教你的那几下子，但愿你还没忘光。不敢忘，我这哪敢忘啊！这账不平，你拿回去看看，明天回来报我。魏时初那会儿来吧，趁那会儿他们都歇晌，免得人多眼杂。哎，等等，大小姐还有什么吩咐吗？父亲和母亲，他们都还好吗？都好，只是惦记着你，每次看见我，总是想起你来，这时而唉声叹气呢。哼，光想有什么用啊？回城的这些日子，也不打发个人来瞧瞧我。哎呀，姑奶奶，这谁不知道你的性子，说一不二的，他们二老哪敢呀？也罢，反正如今我也忙得不可开交，索性待我们再发达些，来个衣锦还乡，扫他们的脸去。行，那大小姐，我先去忙了。
包夏，哎，姑娘，醒了？你昨天晚上，你怎么跟念秋一样说话打扮的？昨天晚上叶先生送你回来呢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事儿大了！你们俩，哎，我上次让你去修的那幅画，你给我找出来。林妹妹，哎，留步。做什么？有件事情想找你帮个忙。这学堂里啊，如今只有2位男先生，却有3位女选手，所以啊，我想请你留下来，帮忙做一个女先生。哪有女娘做先生的？况且我又不是你的下人。你从小学问好，7、8岁便能写诗，丹青也画得精巧。这些事情啊，我是一窍也不通。前些日子我拜访了京中女生，有一些还没有你有学问呢。你哪里比男子差？包夏，早春西行图。我请荣喜斋的师傅修的，他的手艺顶好，只是花了些功夫，修了小半年才好，没有赶上你的生辰礼。林妹妹，你有才气又有学问，这满皇都没有几个人能比得过你，这个重任只有你能帮忙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林姐姐，你就答应嘛，帮帮这姐姐。来，林姑娘，我帮你送回房里。